辽宁山村上百只飞鸟诡异暴毙，一夜之间遍地尸体，死状极其惨烈。3栋房子成了罪魁祸首，是什么让南飞的候鸟义无反顾争相自杀？候鸟惨死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事情发生在辽宁的一个渡轮口岸。自从口岸开通后，工人每天都要到厂里干活，修建完善各种基础设施。这天一大早，大伙成群结队的赶来，还没开始干活就发现了不对。地上到处都是鸟的尸体，工厂就在野外，有1、2只鸟不稀奇，可凑近一数，足足死了上百只，这可不是吉兆。大家吓得连忙后退，不敢再轻举妄动。更诡异的是，死鸟把眼前的3间小房子死死围住，大家越看越觉得后怕，连忙给相关部门打去电话。距离最近的鸟类保护中心跋涉30公里，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看到满地的飞鸟尸体，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专家第一反应认为有人袭击，连忙对附近的工人挨个进行采访。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到访？有没有听到异样的声响？结果却出奇的一致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专家靠近后仔细观察，也发现飞鸟的尸体上没有任何外伤，一比对更加不得了。上百只鸟，好几个品种，居然全是候鸟，没有一个本地鸟类。这下可糟了，大规模迁徙的候鸟成片死亡，一旦原因不明，物种数量急剧减少，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事情闹大后，防疫人员也赶了过来，把候鸟尸体清走后，对事发现场从里到外进行全面消毒，并提醒周围百姓不要靠近候鸟尸体。工人们见状也慌了神，难道这些鸟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病吗？辽宁上百只候鸟一夜暴毙，专家解剖发现不对，天蓝色的房子竟成了死亡禁区。尸体被专家带走解剖，事发现场的3间小房子惨遭封锁，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消息一出，工人们战战兢兢，附近百姓也议论纷纷。结果没出来，谁也不敢轻易推测。解剖期间，调查组为了防止病毒蔓延，挨家挨户走访附近养着牲畜的百姓，检查鸡鸭鹅等家禽有没有莫名死亡的情况，提醒村民一旦发现不对，要第一时间上报。奇怪的是，几天走访下来，附近几个村庄的所有家禽都没有任何异常。难道这种可怕的病毒只在候鸟中蔓延吗？关键时刻，实验室传来了好消息，科研人员通过解剖发现，候鸟的肾脏没有任何出血的迹象，这就排除了病毒流感致死。难道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中毒了吗？这个猜测也很快被否认，科研人员通过抽血化验，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。一时间调查陷入了僵局，全国各地的鸟类专家听说后纷纷赶来援助，众人根据已有的线索进行推测，讨论得热火朝天，但所有猜测都被一一否认，纸上谈兵还没结束。实验室突然发布最后结论：自杀，上百只鸟没有任何外伤内伤，但头骨都有不同程度的碎裂。结果一出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第二天到事发现场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浅蓝色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椭圆形的痕迹，究竟是什么让上百只候鸟义无反顾撞墙自杀？难道真是收到了某种声音的召唤吗？辽宁港口白鸟诡异自杀，惨死背后究竟有何内幕？听说上百只鸟都是撞墙自杀，附近村民坐不住了，大灾之前必有异象，大家担心又害怕，都觉得要大难临头。眼看各种流言传得沸沸扬扬，专家明白纸上谈兵都是虚的，实地考察才是关键。自杀的鸟看似遍地都是，但离远一看都紧紧围绕着这片蓝色建筑。3间房子最矮的那一边，反而候鸟的尸体最多。这一发现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。按照候鸟的飞行高度，一般只会和较高的建筑相撞，可旁边的高速没有影响，反倒是一个2米多高的小房子成了致命危机。这背后究竟有何奥秘？专家抬头一看，发现了异样。因为旁边就是工地，为了晚上施工方便，房顶4周安了满满1圈照明灯，夜晚一打开跟白天一样。难道飞鸟是被强光刺激受了惊吓才自杀的吗？通过查阅资料发现，鸟虽然能在夜间飞行，但也需要亮光来定向，月光就是它们飞行的指南针。如今大城市彻夜灯火通明，鸟误撞建筑的事儿时有发生，但这样大规模的自杀事件实在罕见。关键时刻，房子的颜色引起关注。到了夜晚开灯一看，果不其然，灰暗的浅蓝色和天空的颜色一模一样。候鸟路过被强光刺激失去辨别能力，把蓝墙当成天空直接冲过去。
结果撞墙而死，酿成惨剧。